大家好，我现在到四川峨眉山啦。峨眉山是五 A 级景区啊，中国名山，世界遗产。峨眉山很有名，峨眉山的猴子、金顶都挺有名的啊。去山顶看一看有什么好玩的。这里是游客中心售票处啊，然后现在的峨眉山门票价格是160，然后还需要坐一个索道，索道往返我坐的是单程啊，单程65上去的，我下来之后走下来。然后还要买一个90块钱的往返的大巴车票，现在买好票了，去那边等车，还要过一个安检啊。我是下午才来的峨眉山，现在去坐下午2点的车上山，坐这个大巴车要2个小时呢。这个点坐车的没什么人啊，全是空位置，随便坐。我坐这儿吧，这儿有个大窗户，可以看风景。今天天气挺好的，大太阳，不知道明天早上有没有日出和云海呢？好期待呀！哈哈，开车进山了，这个车要开2个小时呢。现在是山脚下，这树木长得特别茂盛。坐到雷洞坪车站了，哇，这山上有点冷啊，我还穿着短袖呢。山上每海拔上升1000米，温度降低6度吧。这山上是2000多米的海拔。今天是4月27号，这个车就我们6、7个人啊。然后现在看这个雷洞坪停车场，没什么人，也没什么车。疫情期间游客非常少，人家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早上就上去了，像我们这下午上山的人很少。这里还有租大衣的呢，现在倒不至于租大衣吧，租金30块钱一件啊。早上冷吗？早上肯定冷哦。早上看日出肯定应该要租一个哈。必须要租。现在也不怎么冷啊。这里有个地图啊，看一下坐车走了什么路。从报国寺这里坐的车，然后一直沿着这个黄色的路啊，哇，走到这个地方了。它离金顶啊就剩下一段索道的距离了。我现在呢先走到这个接引店这里，住在这里啊，明天早上直接坐索道上去看日出，离金顶已经很近了啊。台阶这里围了好多人，他们在看这个猴子，峨眉山的这个猴子，这里海拔2500米左右了，这儿也有一个猴子。哇，抢东西啊！及时！15块香肠，你们关起来开始。猴子吃香肠，猴子吃花生。哎，它不吃扔了。道路两边的这些小商店都关门的呢，因为游客比较少吧。走到接引寺了。这里就是坐索道的地方啊，从这里坐上索道3分钟就到达金顶了。哇，大家看一下，金顶现在是云雾缭绕，金顶的海拔3099，然后这个地方海拔2500左右，海拔差了500-600米啊，然后这个天象就差了这么多，这下面是一点雾都没有，山顶是那么多雾，难以想象啊。这里是接引寺，那边是坐索道的地方。这是索道售票处，这里面是坐索道的。我就住在这个后面啊，去看一下。这一排全都是房间，哇，就在这个悬崖边呢啊，早上那边就直接可以看到日出。这个房间位置不错。我就住在这个房间呢，看一下里面，哇，还不错吧？这个房间，2个床的，我先把卡插上，怎么样？120块钱啊，这里有这个毛毯，晚上山上应该比较冷，把毛毯搭上。这里是这个毛巾、浴巾，还有电视，然后还有 WiFi 呢。刚才我连了 WiFi 了，速度还可以。最主要的，它是观景的这个大房间、大窗户，早上在房间里就可以看日出。
不过我明天早上是要坐索道到山顶上看日出的。这里确实还不错啊，可以住2个人。住2人的话，一人就60，更合适了啊。然后我是带的这个一个加绒的卫衣，明天早上我就穿这个卫衣。山顶还是有点冷的，我就不租大衣了，穿这个应该够。然后我还带了一瓶水，带了一点零食，没有带多少吃的，还带了一包这个红枣呢，当零食吃吧，就带了这么多吃的啊。然后他这山上也有这个饭馆的，一会儿去看看这山上吃饭贵不贵啊？大家发现了吗？这个房间是没有卫生间的，卫生间是公用的啊。去看一下那个怎么样？哦，猴子呢？猴子跑了，这外头是拦的网啊，不让猴子跑进来。这个是卫生间，哈哈，公用卫生间，然后洗澡间。看一下比我房间好的那个房间。这个是带独立卫生间的，然后一个大窗户，可以观景观日出的。这个就是和山下的那个标间是一样的，卫生也挺好，然后还是地板，有电视。然后这边就是观景大床，哇，直接就能看到日出啊！这房间不错。现在疫情期间200块钱。楼上就是餐厅，哇，装修的还不错呢。看看这边的餐厅价格，我觉得跟山下的价格差不多吧，挺平价的啊。番茄炒蛋23，这边是汤，然后这边也是一些素菜，土豆丝23，玉米28，麻婆豆腐33，这边都是一些素菜啊。然后这一页就是荤菜了，宫保鸡丁48。青椒肉丝40，还可以吧？这个价格在山顶啊。再往这边呢，就是越来越贵了啊。这边都是一些酸菜鱼，68一斤，这边就稍微贵点了。这边还有黄豆嫩牛肉，68一盘，口水蛙，哇，这菜还挺丰富。总体来说还可以啊。看着下面的这个美景，然后吃饭。环境也不错，搞2个素菜吃啊，一个西红柿炒蛋，一个土豆丝，然后米饭，米饭是不够再加的啊。今天吃饱了，休息好了，明天早上去看日出。其实峨眉山的山顶也有很多宾馆的，我为什么不选择住在山顶呢？因为山顶的价格比较贵啊，最便宜的房间400多块钱，住在这里就比较划算一点。明天早上我只要花3分钟坐索道就可以到达山顶了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明天早上我们看日出啊！好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四川的峨眉山，这是山顶啊。昨天在山顶这里住了一晚上，房间还不错啊，120块钱。今天早上本来是想的起来看日出呢，但是今天下雨，没有日出。一直到8点多，现在雨才停。现在是9点整啊，我要出发去山顶了。背上我的书包，再戴一个帽子。这峨眉山上面特别的冷，今天大家看一下，外面风很大。今天是阴天，去退房啊。现在是9点了，现在还下着点毛毛细雨呢。早上时候下雨特别大，在这边买索道票啊，然后坐索道上山，能坐100人的索道啊，这轿厢特别的大啊，哇，全观景玻璃的。这个点儿坐索道上山的都是工作人员呐，3分钟到顶了。这段索道如果步行爬山的话，要爬2个多小时呢。索道上来65，下去55。看我今天这身打扮啊，穿着外套，里面是卫衣，卫衣的帽子戴上，然后在单门戴一个帽子。山顶上风还是有点大，然后还下着毛毛小雨，
我没有打雨伞，也没有买雨衣啊。雨不是很大，就这样走吧。哇塞，已经到顶了！大家看我身后那个，哇，金光灿灿的那个雕像，那个是普贤菩萨的雕像啊。这个雕像好巨大呀！现在就走上去，这道路两旁全都是大象，大象是普贤菩萨的坐骑嘛。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啊，像我们山西的五台山是观音菩萨的道场。这个雕像高48米啊，它其实是黄铜打造的，外面是贴的金箔，重600吨啊，全世界最大的、海拔最高的，这个普贤菩萨的雕像。从这个楼梯往上走的过程，也是参拜的过程啊。想见一面这个菩萨还不容易呢。你如果从山脚下往上爬的话，可能得爬1天1夜呢。哎呀，到山顶了，带大家看一下峨眉山的山顶是什么样的啊！很大一个大平台，最中间就是这个普贤菩萨的雕像，然后四周围啊有好多的寺庙建筑，那边是一个禅院，后面是大雄宝殿，然后这边是一个观音院。一会儿我都挨个转一下，先看一下最中间这个最显眼的普贤菩萨雕像。哇，金光灿灿！今天是阴天啊，如果是那个晴天，太阳照射上去的话，应该是很耀眼的那种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佛像啊，它下面骑的是大象，手里拿的是如意，然后大象呢有4个，每一个大象都冲着一个方向。然后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头呢，有10个头呢，这个叫做4方10面佛，厉害了啊，最高等级了。然后佛的下面呢有一圈这个灯，这个是可以别人来供养这个灯啊，都是花钱的。哦，这个下面呀是万盏明灯供养，这个祈福的法会，这个就不能拍得太仔细了，涉及的这个宗教的东西了，还是看一下这边的景色吧。就从那里上来的，今天虽然是阴天，景色还不错啊，远处还飘着白云。朋友们，刚才那个观音殿，还有这边的大雄宝殿，我都进去了，但是没有拍视频啊，里头他不让拍的，都是供奉的佛像之类的。就看看外观也是挺壮观的。大家看后面这个楼呢，它叫做金顶。为啥叫这个名字呢？不用我解释，大家就知道啥意思吧。你看它这个房屋的顶啊，金光灿灿的。然后对面观音殿那个是银色的顶啊，其他的都像这个菩萨的雕像一样金光灿灿的。供养的人特别多啊，真的是不差钱啊，太土豪了。这个金顶啊，跟武当山山顶上那个金顶很类似。现在到这个上面去看一看。哇塞，从这个角度拍照更漂亮。大家看，可以同时拍到金顶和这个佛像的。在这个金顶的后面呀，就是万丈悬崖。哇，大家往这里看一下，太高了。远处就是峨眉山市区，这个垂直落差呀有400米左右啊。看这个有多高，这个叫做舍身崖。为啥叫这个名字呢？因为好多人就从这个上面跳下去了，一跃而下呀。这有啥想不开的啊？从这里跳下去可就粉身碎骨了。这片舍身崖的山谷里啊，经常会有云海出现。峨眉山有4大奇景啊，日出、云海、佛光和圣灯。日出和云海我们都能理解啊，这个佛光和圣灯怎么回事呢？据说是这个佛光呀，在云海上面经常会出现，某个东西就特别亮，就像那个佛的那个发光了一样，所以叫佛光。但其实它是光线折射形成的一个物理现象啊。这个圣灯呢就更玄幻了，我就不能解释得太清楚了。这些呢，其实都是他们编的故事啊，都是吸引游客过来旅游的一个故事，不要当真啊。现在雨停了，游客又慢慢比较多了，
现在呢，我要到对面那个山头上，那里有一个楼，那里才是峨眉山的最高峰，海拔3099米。我站的这里是海拔3079米，比它矮了20米啊。现在往那边走，沿着这个悬崖边有一条路可以过去啊。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对面那个山头，哇塞，真是万丈深渊呐！这个山头是真高呀，都快和天连起来了。但是很遗憾的是，现在去往那边的路关闭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四川的峨眉山。这个视频讲一下峨眉山的旅游攻略啊。我这里呢有一个峨眉山的全景旅游图，对着这个地图给大家讲一下爬峨眉山的一些路线选择还有价格。先说一下门票价格吧。现在门票160，然后往返车票是90，还有一个金顶的索道往返是120，加起来呢一共是370。下面就是说一下具体的路线啊。我们从这个山脚下的游客中心，从这里怎么样就能走到峨眉山的顶端金顶这里呢？有2个路线选择，一个呢是徒步路线，绿色的这条，一个呢是坐车路线，蓝色的这条。然后坐到雷洞坪这里啊，然后雷洞坪到接引店呢需要徒步走上去，从接引店到这个金顶呢，你可以徒步，也可以坐索道。这个索道就是120的那个价格的，坐到山顶3079的海拔，然后在山脚下游客中心这里呢是400多米的海拔，所以它这个落差呢是2500米左右。先说一下坐车的路线，我们从游客中心山脚下这里开始坐车，沿着最外面蓝色的这条线，可以坐到雷洞坪。雷洞坪就是坐车路线的终点站了。大家看一下，雷洞坪的海拔是2430米，这个山脚下的海拔是400多米，相当于海拔上升了2000米呢。就这段路啊，坐车都要走2个小时。你没听错啊，坐车开2个小时，当时我也是震惊了。然后我们也是可以开自己的私家车过去的，私家车从游客中心这里开始，可以开到0公里这里。私家车到0公里就不能再往前开了，你需要还是换成景区的这个大巴车到达雷洞坪，然后再坐索道或者是徒步上去啊。再说一下那个徒步路线，徒步分2条，一条是绿色的这条，还有一条是深绿色的这条。深绿色这条31公里啊，到达雷洞坪；绿色的这条呢，就40多公里了，到达雷洞坪。这2条路线我跟大家说，一般人是走不到的。我们想一下，这个海拔落差2000米呢，我们在平地上走路啊，一天也就走个30-40公里。你如果是爬山爬2000多米的海拔，我相信大部分人是爬不上去的。就是一天之内啊，你如果能从山脚下爬到雷洞坪，你已经非常厉害了，你已经超过95%的人了，更别说剩下还有7.5公里的爬坡路呢。如果你想一天时间从山脚下爬到金顶，基本上啊99%的人做不到。你能爬到雷洞坪，已经是超过95%的人了。所以体力不好的人千万不要想着徒步上去啊，建议大家还是直接坐车吧。这个车费为什么这么贵，90块钱的往返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这个坐车呢也全都是盘山路，真是坐的人想吐呢。坐到雷洞坪下车，这一段呢到接引店1.5公里，需要走个20-30分钟吧。从接引店开始，
再往上呢，你可以选择坐索道，往返是120，单程是上的话65，下来55，你可以分开买。这一段坐索道只需要3分钟，如果你想走上去的话，最少要2个小时。然后索道上来以后，还不是最高的地方，还需要走几百个台阶吧，才能到达金顶，3079海拔这个地方啊。这个地方才是整个峨眉山最壮观的地方。爬不动台阶的话，也可以做这个滑竿呢。这边是滑竿的价格，参考一下。看完了路线，我们再看一下山顶的住宿啊。一般峨眉山的住宿呢有2个选择，要么住在山顶，要么住在这个索道的下面，或者是雷洞坪这里。它2个的距离不远，但是价格差了很多。如果你住在山顶啊，价格呢，淡季400块钱起步，旺季那就不好说了，上千都有可能。但是如果你坐在索道的这个下站或者是雷洞坪这里呢，这里只需要100多块钱啊，就是淡季的时候。住在这里有个好处，就是又便宜。早上呢，我们直接坐索道3分钟就上到山顶了。像我就是住在接引店这里，120块钱，房间也不错。大家看我上个视频就看到我那个住的情况了啊。我觉得住到接引店或者雷洞坪是最具性价比的，也不耽误我们看日出啊。如果你不差钱，就住在山顶啊。再说一下这个峨眉山的猴子不是有名吗？在什么地方能看到猴子啊？在雷洞坪到接引店的这段路上就能看到猴子，很多人在这喂猴子。然后呢，在这个下面的一线天生态猴区这里可以看到猴子，这里的猴子最多啊，这个生态猴区。像这些地方啊，什么九老洞、玉仙洞、什么喜象池、华严寺，这些地方我都没有去。我相信大部分人呢，来峨眉山也不会去这些地方，因为靠你自己徒步的话，真的是大部分人走不过去。然后很多人呢会去一下这个万年寺，万年寺也是需要买一下索道票。万年寺的索道上行是65，价格也挺贵的。这个万年寺呢是峨眉山的开山第一寺，也是值得去一下的吧。然后我是没有去这里啊，我去的是一线天和这个清音阁。所以整个峨眉山这么多景点啊，我才去了其中的3、4个吧。大家看这么多地方都没有去到呢，我相信大部分游客来了，你们也去不到这么多景点，尤其是你只有1天时间的。那你基本上就是坐车上去，索道上去，到这个金顶看一看，然后就原路返回了。这就是山顶的金顶大酒店，从这里上去就是山顶啊，早上看日出很好的位置。哇，现在大家看那个太阳的周围，好像有一圈彩虹啊，这个是不是就是他们说的佛光呢？这是太阳折射形成的彩虹。看一下大家在山顶上都穿的什么衣服啊？4月28号，今天是阴天，下点小雨。穿的这个雨衣，下雨的时候不要打雨伞啊，因为风比较大，雨伞是打不住的，必须得穿雨衣。然后穿这个红色衣服呢，这个是租的棉大衣，租那个衣服30块钱啊，在那个索道那里就可以租。今天还是有点冷的，大家穿的都比较厚，穿羽绒服的也很多啊。因为这里的海拔是3079米，海拔每上升1000米，温度就降低6度，所以这里的温度比山脚下低个12、13度啊，还是要穿厚一点啊。然后这山顶上呢是可以飞无人机的，一会儿我也飞一下。吃个泡面啊。多少油？多少钱一瓶？10块钱。不是8块吗？没有。再来个鸡蛋。这个没写的8块。没有。这是烤红薯吗？对。这个怎么卖呀15一斤称的。称斤的。这个馒头呢？烤馒头呢5元。5块钱一个。哎，老面的。鸡蛋呢？鸡蛋3块钱一个。哎。这炸洋芋。哎。玉米，玉米多少钱一个？10块钱。10块。这边还有烤肠，烤肠也是10块。哇，这还有排骨呢。排骨多少钱呀？还有25、30、35，大中小。啊，
然后后面还有饮料、矿泉水。饮料基本是10块，矿泉水是5块，是吧？山上都是这价格。方便面10块。再说一下坐车的事啊，这个就是景区的大巴车，来回穿梭的啊，在各个景点之间来回穿梭，很方便。当然也可以自己开车上来啊，自己开车上来就可以停到这些景点的门口，然后走路去这些景点玩。只不过开车进来它要收一个停车费的，这里是停车费的价格啊。你看小型车白天是15块钱，晚上是20块钱。它不是按时间计费的，它是按次数计费的。它这个停车有个问题啊，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景点玩，你就把车停在这个景点门口了吧？你玩好了去下一个景点，你车就停到下一个景点，它又收一次钱，不太划算啊。还是坐它这个车站的大巴车比较划算，这个车次也挺多的。这个就是峨眉山的金顶，海拔3079米。哇塞，真是太壮观了！在金顶的正中央，就是巨大的这个普贤菩萨的雕像，金光灿灿呀，非常引人注目，高48米啊！好的，峨眉山的攻略就拍到这里了，大家看完点个赞，拜拜。我现在来的这个地方是峨眉山的一线天，现在要通过这条河流，看一下这个两边的地形地貌啊。前面就是一线天，两个山谷夹着这个一条缝，看这两侧的山多高呢，树木特别的茂盛，水就从那个上游流下来。现在我从这个一线天里穿出去啊，再往前面走就是猴区，离猴区还有1.4公里呢。现在我得赶紧出去了，因为最晚的一班车是6点的，现在都快5点了。穿过一线天到清音阁回去了啊。这个一线天还是有点意思的，中间是一条河流，两边就全是高山，然后这两边都可以走的，很窄的一个栈道啊！哇塞，这路好湿呀！
这上面的树往下滴水呢。看一下这个山有多高啊！这就是一线天，深山密林里面，我去，只有我一个人呢。这个峡谷里面阴风阵阵的呀。来回看一下走过的这条峡谷，一线天啊！天快黑了，赶紧出吧。这里的植被真是太丰富了，满眼都是翠绿。一线天走到这里的时候，分了2条路，一条呢就是跨过拱桥走那边的栈道，另一条呢就是走这边。这边的路没有那边修得好，这边都是这个沙滩这种路啊。我看大家都是走那边的，我也走那边吧，那边安全一点。这个峡谷真是很深呐，峡谷里面特别凉快啊，凉风习习。这个地方是峨眉山一个比较有名的景点，牛心石，中间这个石头像牛心嘛。然后它正对面啊有一个牛心亭，亭子两边有2个拱桥。这下面呀，一个拱桥下面有一条河流，右边的河流比较黑，叫黑龙江；左边的河流比较清，叫白龙江。它俩在牛心亭这个位置交汇了。哇，这个地势真是挺不错的啊！这个景点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景点啊。然后这里呢，有很多人来这里画画呢。然后这个地方画画的人更多，他们都在画这个牛心亭啊。看，哦，应该的。看看画的像不像呢？看看这个。这个地方景色不错吧，在这里拍个照吧。牛心亭，这个峡谷里面确实是太漂亮了，哇塞！大家看一下，这湖面平静的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啊。看看这个倒影，上下完全一致。这边是连接的地方，从那里走过来的。天空的蓝和湖面的蓝一样蓝。继续往峡谷深处走啊。然后这里面呢是有很多农家乐的，哇，住在这里听着鸟叫，很休闲呐。这湖边也全都是农家乐，价格也不贵啊，100多的房间非常多，吃农家饭，住农家乐，在这里修身养性，挺不错的。这个环境大家喜欢吗？四川的这些名山都各有特点啊。这个峨眉山以秀著称，青城山是以幽著称。然后剑门关是以险著称，还有一个九寨沟以奇著称啊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四川的眉山，今天去这边很有名的彭祖山景区看一下啊。这里面有2个看点，一个呢是中国最长寿的人，活了880岁啊。还有一个看点是这里面有一个中国的双佛，建造时间比乐山大佛还早呢。进去看一下啊，门票30块钱。先去看双佛，前方50米就是最佳的观赏点。从这里开始爬台阶了。这个景区也没啥人啊，我又包场了。这里面的树木长得好茂盛啊，而且也长得很高。哇，大家往这边看，正对面就是双佛了，2尊佛像啊。就建在这个半山腰悬崖峭壁上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这两边呢都被茂密的树挡住了，只有这边大佛露出来了。这2个佛像有点壮观呐，雄伟壮观，然后表情呢端庄慈祥啊。然后我们看它这个崖壁是红色的，这是丹霞地貌。然后这个的佛是坐着的，这边的佛是站着的，一站一坐。刚才我查过资料了，
站着的这个佛呢是释迦牟尼佛，它高是32米；坐着的这个佛像是多宝如来佛，高是28米。这个在世界上啊，两个佛这样并列的是很罕见的。就是我们单独把这个站着的佛拿出来，它都能在世界上排到第6名。然后这两个佛是啥时候建的呢？它是在唐朝时候啊，距今已经1000多年了。它比乐山大佛要早了70年。你看1000多年过去了，它这个佛的这些头发，还有这个衣服，都非常的清楚，保留的很好啊。据说把这个坐着的佛的上半身和站着的佛的下半身给它们结合起来，放大5倍，就是和乐山大佛一模一样的那个构造啊。所以很多人就说乐山大佛就是以这个佛为蓝本建造的。这是代表啥意思啊？就是说他们有可能在建造乐山大佛之前，在这边先练练手，造了这两个佛。因为这里的这个山体的这个材质呀和周围的环境和乐山大佛非常像，所以这也是推测的啊。而且他们的建造年代也非常相近，只相差70年。然后这里有通道啊，可以走到大佛的下面去，走上去看看。哇塞，现在我就走到这个大佛的下面了，从这里仰望一下啊，哇，看这个大佛32米呢，好高啊！看它这个脚丫子多大，呵呵，跟乐山大佛那个脚丫子似的啊。下面是一个好像是莲花台吧，他站在这个莲台上面，然后那个佛像是坐在那里，一站一坐。你看他这个衣服的这些褶皱，哇，经过上千年了，保存的还是很完好啊。然后大佛的2只手，哇，太厉害了啊！然后这个大佛的下面还有好多的小佛像呢，这小佛像都看不清楚脸了，小佛像被毁坏的比较严重啊。你看这边全是小佛像，这脸都没有了。哎呀，这上面还被刻了字了，你看这么大的一个辰，太没有素质了，在佛像上刻字，这可都是文物呢。你看这边全都是刻的字，太没素质了啊！谴责这种行为。然后在这个佛像的旁边，大家看那里有一个洞，那个叫老鹰洞，据说是这个彭祖他在那个洞里面修炼过。彭祖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那个人，活了880。一会儿我再介绍这个人物啊。他在那个洞里面修身养性炼丹的场所啊。然后这两个大佛呢，因为它特别的高，高于山崎，所以也叫做岐山双佛。红色的这个丹霞地貌啊，再看一看吧，站在它的下面，不可思议啊！在这里和大佛合个影吧，好像相机要广角才行，不然和大佛都装不进去啊。好了，现在从这个通道就走到山顶去了。这里树木真的好茂盛啊！我现在已经到了山顶了，这个悬崖下面就是双佛了。站在这里呢，看一下双佛的视角。哇，大佛每天就是面对着这个景色啊，视野很开阔，看得很远，很不错吧？看完大佛，现在去看一下关于彭祖的一些事情啊。
彭祖寿活到880，中国历史上最神话传奇的长寿之人。为什么他活年头多呢？每一个人呢，在神话传说里边啊，都在阴曹地府生死簿上有名字。但有一天呢，阴曹地府啊收拾屋子，归置东西，就归置到这个生死簿这儿，太多了。有这么一本啊，穿生死簿的这绳子坏了，阎王爷顺手拿出一张来，搓了个纸捻儿，拿这纸捻儿穿了生死簿。这一张就是彭祖这一张。那您琢磨，这张就不见天日了呀，就没人逮他，他可得了意了，敞开的活呀。据说这一辈子娶了好几百个媳妇儿，他倒不是喜新厌旧，没有人活得过他，娶了好多，到最后娶小媳妇儿，20来岁，最后这个啊，这个你怎么这么大能耐，能活800多呢？哈，我能不能跟你一样，我也活这么些岁数？彭祖说，那你跟我活不到一块儿，因为我这个我神仙，我如何怎么着。最后这小媳妇儿，彭祖这小媳妇儿死了啊，这俩鬼给弄走了。上阴曹地府那儿一聊闲天，这娘们嘴敞，你们也就逮我们这老头子你们可逮不来，他活了800多了。当一说，阎王爷酒也醒了，对呀，是对不上数啊，这人哪儿去了呢？听他说你们是把他那张啊改了纸捻了，拍生死簿找这纸捻打个小，果然彭祖寿活17，这不行，17他现880了。问题是他现在逮不着他了，他不在这个控制里边，他已经活出你这范围了。告诉大鬼小鬼赶紧去，逮不回来弄死你们俩。要是弄死我们倒不怕，死那么些年了是吧？找去吧，太难找了。最后俩小鬼也聪明，想一办法，挑了好些个炭，涮羊肉那炭堆在河边，俩人拿刷子跟刷炭。彭祖打这过，很纳闷，干嘛呢你们俩？刷炭。为什么要刷炭呢？刷白了好卖。嘿，这俩缺心眼儿，我彭祖活了880了，我也没见过刷炭的，逮他！这彭祖锁上，这才逮走，活了880。好的，彭祖山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觉得有趣，就点个赞吧，拜拜。